为了藏赃款，他特意买下了一栋烂尾楼，然后把贪来的钱都藏在了里面，并且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在这里熏艾草，以防生虫把钱咬烂。看似憨厚老实的他，背地里却是一个极大的贪官。他叫朱方正，是住建委的一个领导，在外人看来他清正廉洁。每当发生事故时，他总是第一个冲到前面。有问题查问题，有腐败惩治腐败。小子不如果我个人有问题，法律也不会饶了我，我们也不能饶我，我自己都不会饶我。正是如此，他在群众眼里的形象十分伟岸，而暗地里朱方正却是个十恶不赦的贪官。为了个人利益，他杀死了所有能威胁到他的人，甚至还害死了他的多年好友文亮。不知道是出于愧疚还是为了摆脱嫌疑，朱方正收养了文亮的女儿文小雨，本以为这样就能瞒天过海，谁知道一个意外却暴露了他埋藏多年的秘密。几天前，市中心的一座桥突然发生了坍塌，当大家都在忙着救援的时候，竟在桥墩里发现了一具白骨。警方从尸骨呈现的姿态来看，判定死者是死于活埋。通过暴露的头骨和牙齿以及其他特征，验尸官确认这是一名男性。然后警方又从死者的身上搜出了一叠书信，而他的身份很快就被确定，正是8年前这座大桥的设计师文亮。他的女儿文小雨得知此事后，就第一时间赶往现场。当白布掀开时，一副蜷缩的人骨赫然出现。小雨难以相信自己苦苦寻找8年的父亲竟被人谋杀活埋，他的情绪瞬间崩溃。这时警方从尸体的衣物里发现了一封实名举报信，被举报的人正是为大桥施工的负责人居怀义。可没有想到的是，警方刚对他展开追捕，这个居怀义竟然畏罪自杀了。居怀义的死也意味着调查陷入僵局。为了给小雨送别父亲，朱方正为文亮举办了隆重的葬礼。孩子非常懂事，非常优秀。我跟你干妈衷心的希望你顺利毕业，好好工作，组成个好家庭，用你美好的一生告慰爸爸的在天之灵，好吗？看着他悲痛欲绝的样子，小雨怎么也想不到，他眼前的养父就是杀害他父亲的凶手。就在葬礼进行到尾声时，一个蓬头垢面名叫孟超的男人找到了小雨，他想要告诉小雨一件关于他爸的事。然而朱方正这时找了过来，孟超在看到来人后便迅速离去。这天，小雨在告别朱方正准备回学校上学时，却又在车站里面发现了孟超。他上前质问孟超是谁，而孟超示意此地不方便说话，于是便将小雨带到了他在工地的住处。在孟超的口中得知，他半年前在菊怀义的工地打工。小雨父亲失踪的当晚，他看到了朱方正和菊怀义以及小雨的父亲在一起。那一半夜我知道，我就会看到你爸爸了。我那个时候还不晓得是你爸爸，我们都喊他文公，天天3级生来这一伙。你爸爸、朱方正还有菊怀义，集合的往桥墩上走。后头他们就到桥墩高头雨太大，真的看不清，我就继续往刚性桥。后头实在找不到。小雨一时无法接受养了自己8年的朱方正竟是谋害父亲的凶手，但孟超斩钉截铁的肯定也开始慢慢让他内心产生了动摇。小雨本想让孟超跟他去找警察说清楚，但孟超死活不去。最后在小雨的软磨硬泡下，孟超说出了自己的苦衷。我杀过人，逃了8年，我把强奸我姐姐的惩罚痛诉。带你姐姐来。死了。就这样，他一直过着见不得光的日子。看着同样失去至亲的小雨，孟超终于答应一起去寻找他父亲死亡的真相。他们找到当年小雨父亲的那个情人宋雅美，在一番追问下，宋雅美告诉小雨，当年他爸爸知道工程的安全有问题，于是写了一封实名举报信举报居怀义，但却一直得到了朱方正的阻止。回到家的小雨正好碰到朱方正正在招待客人，但小雨找了个借口就回屋休息了。晚上在屋内，小雨用刀划破了手指，抹在了父亲的嘴唇上。他现在非常怀疑当初杀死他父亲的就是眼前这个抚养了他8年的干爹。第二天早上吃饭时，朱方正手机上打来了菊怀义的电话，但菊怀义已经死了，这又会是谁打来的电话呢？到了晚上，朱方正和一个女人在郊外碰面，女人拿出了一段视频给他看。你想抢啊？呵呵，我有备份，我没有这么瓜。谈谈吧。我要3的。快吗？哇，3份我给你。
就在这时，一路跟踪而来的小雨二人不小心碰到了铁桶，发出的声响瞬间引起了朱方正的注意，于是他向两人那边走去。此时刚好两只小羊突然跑了出来，打消了他的疑虑。等女人走后，孟超突然想了起来，这个女人正是菊怀义的情人甘小羊。回到家后的朱方正立马就打通了一个电话。大哥，方不方便说话？我方便，您说。你晓得菊怀义的名字，为罪自杀，摆平了的阶段性结案，老子花了好大的力气和资源。甘小羊的事，晚上见面我们两个说。明白，大哥。另一边，小雨直接找到甘小羊，拿出他昨晚与朱方正的照片威胁他，希望他把证据交出来。可甘小羊怎会答应？他自己也有孩子需要抚养，所以急需要一笔钱来养活他们娘俩。小雨因为孩子没有再为难甘小羊，但却把偷拍甘小羊和朱方正碰头的照片留了下来，这也让甘小羊对小雨多了一份信任。到了晚上，幕后老大对甘小羊的事情十分不满，老大让朱方正赶紧灭口，以免留下后患。但朱方正却犹豫不决，他想用300万试一试，但老大却没有给他回旋的余地。这个给他机会就是给我们两个死命。也就是说，我讲句再难听点的话，当你把我的生命、我的家庭都置于风险的时候，你说我咋个应对你？没想到第二天，朱方正就以300万的借口将甘小羊约了出来，而他自己则在一个阴暗潮湿的桥底下按下了控制炸弹的遥控器。同时跟在身后的小雨也受到了惊吓，突然喊出了声，这也正好暴露在了朱方正的眼前。两人都是一脸震惊，孟超赶紧拉起小雨逃跑，只留下朱方正愣愣地处在原地。与此同时，大桥上甘小羊所乘坐的车早已被炸成了渣。警方通过调查发现，在轿车底部出现了炸药的痕迹，同时车上的所有东西被烧得干干净净。但很快，警察根据甘小羊车上的爆炸碎片编号，查到朱方正曾在爆破工程的炸药库取过2管炸药。可当他们来到朱方正的家里问询时，朱方正居然又掏出2管新的炸药，称自己买药只是为了炸鱼。他诚恳的态度瞬间也打消了警察的疑虑。接着，朱方正又拿出自己调查孟超的资料。我呢，收了个干女儿，叫文小雨，就是文亮的女儿。她最近交了个男朋友，我不放心，就了解了一下。这一了解不要紧，这个男的是在逃杀人犯，会不会这个小雨觉着菊怀义杀了他父亲，就是说他会让他杀了菊怀义的情人，有没有这种可能？朱方正这下可谓是一箭双雕，不费吹灰之力就将嫌疑引到了小雨和孟超身上。但让他没想到的是，甘小羊也留了一手。他深知朱方正的狡猾，于是在出发前就告诉女儿，如果自己没回来的话，就将 U 盘送给小雨。顺着线索，警方又来到了甘小羊的家里调查，可却发现他的女儿也消失不见了。在这里，他们还发现了小雨二人。警员小许立马追了上去，在跑的过程中，小雨让孟超先走，自己留下来拖住警察。小雨告诉小许，菊怀义是杀他父亲的嫌疑人。在新闻上，他看到菊怀义女朋友被炸的新闻，于是便过来看一下。小雨的一番话并没有让小许有丝毫怀疑。可就在小雨离开后，一个小女孩却跟了上来，而这个小女孩正是甘小羊的女儿蓝莓。我妈妈那天出门的时候说，要是她到晚上还没回来，就让我把这个交到你手上。可是我不晓得你住在哪，又不敢回家，所以就在家附近等你。回到家后，孟超和小雨打开了 U 盘，就此一段长达8年的真相也终于浮出了水面。当年朱方正负责建造大桥，结果好友文亮揭穿了菊怀义靠豆腐渣工程来牟利的事实。一旦文亮将这件事情举报，这条利益链上的人都会被拉下马。于是在朱方正争抢文亮手中的举报信时，却一不小心将文亮推入了桥洞之中。眼看自己已毫无退路，于是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直接将装满水泥的料斗开关拉开，将文亮给活埋进了这大桥之中。亲眼看到了父亲是怎么被水泥活埋。在这短短的几天里，他承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打击。而让小雨不知道的是，此时的朱方正早已动了杀心。他先是在杯子涂满毒药，然后又以自己过生日为由，想将小雨喊到家里吃饭。而此时的小雨正拿着 U 盘走向警局，可当听到朱方正的电话后，小雨还是决定给过去做一个了断。见面后，朱方正告诉小雨，当初他父亲拿着举报信要逼死他，在万般无奈之下，他只能选择这么做，并且还希望小雨看在抚养了他8年的份上能够原谅他。正当朱方正感觉气氛有所缓和时，没想到下一秒小雨却一刀捅向了他。朱方正倒地后苦苦哀求，小雨却又趁着他不注意时推倒了柜子。
准备了毒品，我没忍心给你用，你忍心炸我，炸我！之后，他又将小雨与雕像捆绑在一起，准备将它沉入大海。没想到，却突然接到了孟超的电话。我想有一口牌，也不至于被小雨拍来走去，还有很多其他东西，肯定是好久回来了。我晓得小雨肯定在里呢。好啊，你拿 U 盘来坏他嘛。于是朱方正提出在指定地点见面，他将小雨带到了一个即将爆破的冷却塔内。没过多久，孟超来到了此地，可他却没有把 U 盘带上来。于是他提出让小雨去摩托车上拿证据，自己则留下来当人质。起初朱方正并不答应，但在孟超强硬态度之下，他只好妥协。然而当小雨出去拿 U 盘的时候，却怎么也找不到。同时水塔里的朱方正也十分焦急，他开始打电话给爆破组阻止爆破，但却始终无人接听。此时的他也顾不了那么多，准备拔腿就跑。可孟超却一把抱住他，任凭他咬胳膊掐大腿，孟超就是不放手。此时的小雨也已经知道了孟超的真正意图，他奋力往回跑，但却以为事已晚。随着水塔的爆炸，两人同时被无数的石头埋在了地下。与此同时 ，U 盘也被送到了警方手中，一切真相终于浮出水面。背后的老大唐市长也被依法处理。经过全面细致的调查，孟超当初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，以不负刑事责任为由，决定对当年那件案子做出了撤销。